好了，各位，我是朱學恆，今天是2026年6月22日，這裡是萬事通事務所。今天要跟各位聊的題目呢，就是我們最近很常做的各種分析跟各種兵推，來推斷到底現在中美大戰的狀況怎麼樣。因為坦白講，我相信你常看我的節目，或者是你常看國際新聞，你就知道。實際上，現在沒有什麼美台關係，什麼台美關係，或者是台日關係、台菲關係，通通都沒有。現在就是中美關係、中美規範影響了整個規劃。那你如果說什麼，我們還有其他的可能性，什麼？我坦白講，你要的話，你領智庫的錢，你去研究，我不認為這個有意義啊。我不認為現在還研究什麼台美關係什麼東西有意義，因為根本沒有意義。實際上就只剩中美關係跟被捲進來的台灣，就這樣子而已，沒有什麼別的新東西了。所以我們今天要討論的事情又是回到了中美之間的競逐。川普認證美國衰落100%正確，然後華盛頓郵報的Ignatius 一個專欄作者、情報專家打臉說才沒有，中國世紀還沒有要到。我們會講到修昔底德陷阱，會講到 falling uphill 向上跌倒，講到 Turkin， 講到史詩狂怒行動，講到坎西安兵推。準備好了嗎？我們今天就這樣開始啦。兩本紅隊各持章，東升西降誰先慌？向上跌倒疑無路，向下塌陷樹有傷。霸權回春全靠債，神州補血盡成傷。窗關兩面同時合，留與何人開藥方？來，我們先從一場記者會開始哦，這個是1個月以前我們就做過的記者會分析。2026年5月14號，北京人民大會堂川習會第二天會台開場，習近平國家主席講了一句話，這句話後來變成全世界財經版面的頭條。他說，中美兩國能不能夠跨越修昔底德陷阱，開創大國關係的新範式，也就是修昔底德陷阱，在習近平的文膽智庫跟他背後的整個中央集團裡面，他認為這是一個關鍵，是一個文化上的必然。那這個字是什麼意思 ？Thucydides trap。Thucydides trap。這個名詞我們已經解釋過很多次，但每次我們都當各位是第一天聽，所以我們再解釋一下。修昔底德呢，是2400年前的古希臘歷史學家，他寫了一本書叫《伯羅奔尼撒戰爭史》。書裡面有個觀察，當一個崛起的強權威脅到一個既有的強權，也就是出現文明強權的第二名，要步步進逼第一名的時候，戰爭幾乎不可避免。當年崛起的是雅典，既有的是斯巴達，是武力至上的斯巴達是既存的強權，文明文化至上的雅典是後起的強權。兩邊打了一場大戰，兩敗俱傷。後來哈佛有個教授叫 Graham Allison，把這個觀念寫成一本書，包裝成修昔底德陷阱，用來講今天的中國，也就是崛起中的中國，跟既有掌權的美國。好，你現在聽懂這個詞跟他的文化背景。那習近平主席在川習會開場丟這個詞是什麼意思？我跟你講，這句話很符合他的說法的習慣，叫做綿裡藏針。表面上是我要避免衝突，實際上的潛台詞是我中國是那個崛起的雅典啊，你美國是那個正在衰落的斯巴達，我給你面子，但你心裡要有數。歷史的方向是東升西降，以外交的角度來看，這個才是最高級的羞辱。
就是我句句不帶髒字，但句句把你們罵到趴在地上，很嗆，对不对？但川普也不能翻臉，因為對方講的是和平，和平，每個字都在告訴你說你完了，你只是還沒接受而已。川普怎麼回？各位，川普的確有他的一套哦，你不要老是只會嘲笑川普，我是罵川普。川普的回應哦，是一個修辭學在政治學上面的一個教科書。5月15號，隔天，川普在他的自己的社群媒體 Truth Social 上面發了一篇貼文，我分析一下他的邏輯，是不是分析字面本身，是分析他的修辭教科書到底是什麼意思？來，第一步他說，習主席非常優雅地提到美國或許是個衰落的國家，他指的是 Sleeping Joe。他指的是拜登那4年造成的巨大傷害，這一點上面他100%正確。哎，這個球接住了，沒有丟回去哦。你仔細看看他做的事情是什麼？他說，習近平說的是美國這個霸權在衰退，是一個跨越政黨、跨越時代的大判斷。川普1秒鐘把它縮小、鎖定。衰落，對，你說了沒錯，但那是拜登時代的衰落，是過去式了，民主黨的國。第二步，他聯合習近平打民主黨，他整理出來一條開放邊境啦、高賦稅啦、什麼人都能變性啊、男人打女子體育啊、DEI 啊、爛貿易協定、犯罪猖獗，一列列出來。習近平談的是地緣政治、大國興衰，川普一句話把它降格成美國國內的文化戰議題，把一個關於帝國命運的命題變成什麼都要怪拜登的競選口號，很屌，對不對？第三步也是最厲害的一步，他直接說，2年前我們的確是個走下坡的國家，這一點我完全同意習近平主席。但現在美國是全世界最炙手可熱的國家，3步論點完成了，同意、切割、超越3個動作一氣呵成。我再講白一點，習近平遞給川普一把刀，說：“老川啊，川建國，你看你在流血。”川普接過刀說：“對，我2年前在流血，謝謝關心。但那是前任捅的，現在我好得很，而且這把刀我收下了，拿來砍拜登，拿砍我的政敵，剛剛好。”這不是翻譯啊，這是最高級的修辭劫持 hijacking。為什麼這件事情重要？因為川普這一階等於官方承認了美國衰退論，全世界都聽到了，美國總統親口說美國衰退100%正確。但是這就今晚的轉折嘍，2026年。也就是6天之後，5月21號，有一個人不服氣，他寫了一篇文章反駁。這個人不是什麼網紅，也不是中國的對手，他是華盛頓郵報的資深專欄作家 David Ignatius 伊格內修斯，華府建制派的老牌聲音，跟情報圈、外交圈關係極深的那種人。他文章的題目就很嗆。The Trump Sea narrative isn't true。川習會的這一套敘事啊，根本是假的，而且他用的方式跟我們很像。他沒有直接反駁，他叫你想象一個人，假設你是中國國家安全部 MSS 的一個情報分析師，部長給你一個會掉腦袋的工作。做一份 Red Team Analysis 紅隊分析。紅隊分析是什麼意思？這是今天的關鍵詞，各位在我們的節目裡面也常常聽到。Red Team 這個概念來自於軍事跟情報界，意思是當所有人都同意一個結論的時候，故意指派一組人專門去唱反調，
挑漏洞去假設，如果我們全錯了嘞，紅隊的工作不是討好老闆，是把最難聽的真話講出來，免得整個組織集體掉進坑裡面。你看那個僵屍片《世界 Z 戰》，他說以色列有一個習慣叫第11人 ，The 11 People。團隊裡面如果有10個人都說這件事情應該這樣做的話，第11個人依規定要唱反調，他必須要提出另外一個方法。所以 Ignatius 的設計概念，叫這個中國國安部的分析師去挑戰中國國內最政治正確的共識：中國世紀必然到來，美國必然衰弱。他的結論是什麼？哎，各位先聽哦。你如果是對岸的網友，你聽到這裡就氣噗噗，我建議你不要聽下去。我們照邏輯走，沒有要安撫你，但是我們就說實話，你不爽別生氣嘛，開開心心，好不好？他最後得到的結論啊，是連北京的這個紅隊分析師到最後都不敢賭命，到底是10人還是第11人啊？但我每次講，我都記不得到底是第幾個人。好，那沒關係，這個。一級嘴炮技術師今天剛去土城喝了茶，相信他還蠻開心的。來，我們會把2本 Red Team 報告，一本是我們之前做過的，我們分析美國的戰略能力跟護台能力；另外一本就是 Ignatius 的戰略新紅隊分析。他說中國沒有那麼強。之前我們所做的美中新局的那一份戰術紅隊得出來的結果是說，美國也沒有那麼強。2個紅隊，2個方向相反的結論，中間唯一都倒霉的集合叫做台灣，因為雙方越窘迫，台灣越倒霉。是。所以這一段我們先下一個戰略結論了。川普用3句話把習近平的羞辱變成自己的競選素材，政治天才讚。但政治天才解決不了一個問題，當美國總統親口認證美國100%是在衰落，沒有錯，他等於把國家的戰略信譽壓在現在好得很這一句沒有證據的話上面。Ignatius 不買單。他用一個北京紅隊分析師的視角告訴我們，真相不在川普的修辭裡，也不在習近平的潛台詞裡面，真相在另外一個視角裡面，在2本沒有人想讀、覺得刺眼、覺得麻煩的事情，這個報告裡面有寫。今晚我們的工作就是來讀啊。習大大提了修昔底德陷阱之後，我們要今天分析的是第1本，中國沒有那麼強；第2本，戰術上面是美國的彈藥庫存根本見底了，打不了仗；第3本紅隊報告是兵推紅隊，台灣也許可以守，但是流血慘重。我們來往下講，第一個，接下來這個是我覺得。Ignatius 提到一個很新的邏輯，很新的說法，各位看一下。好，一級嘴炮技術是說，世界 Z 戰裡面病毒的源頭是台灣。我是不是可以告訴你他的假設是什麼？他假設是我們的白鼻星，因為白鼻星是一種很雞歪的生物，你病毒進到它身體裡面，有點像蝙蝠一樣，它會快速演變，然後白鼻星本人不會死，但它演變出來的細胞跟病毒是人類不能抵抗的，所以白鼻星身體裡面練骨練出來的這個病毒呢，加上流行性感冒，就變成一個傳染力極高的僵屍病毒。所以各位，當你有一天聽到台灣山區忽然有很多白鼻星在到處亂跑傷人的時候，你最好要小心，僵屍末日可能要開始。來，所以順帶一提，網友很久沒看到我吃那個芒果了，對不對？因為我最近都整顆吃，所以
直播的時候沒有辦法整顆吃。所以各位有空趕快下訂單吶、這個今年芒果大出很便宜啊，6公斤才700多塊。好，接着要講 Ignatius 提到了一個新概念 ，falling uphill。他憑什麼不服氣？他說：“我大美國呢，不是這麼容易打倒的，不是這麼容易打倒的。為什麼？因為我們過去會向上跌倒。Ignatius 自己創造出來這個詞。5月29號呢，他接受公共電視的訪談裡面又提了一次。他說，美國有一種本事，每次大災難，我們好像不但能夠活下來，而且我們越變越強，簡直無敵鐵金剛。那這個東西我做了一張圖，我給各位看啊。這個你一邊了解這件事情，我一邊說明一下。我們來檢驗一下這句話，這就是今晚第一本紅隊報告 Ignatius 的關鍵想法。他說，美國有一種自我修正機制，那會讓我們越變越強大。然後 Ignatius 給了3個例子，我也把這3個例子呈現給你，你自己判斷到底是真是假。那好了，第一個案例呢，2008年金融海嘯，那個時候雷曼兄弟倒閉，全世界以為資本主義要完蛋了。美國股市崩盤 ，S&P 500指數跌到666的低點，媽呀，666哎，魔鬼數字，撒旦要來了。大家還開玩笑說，靠，是不是地獄啊？但實際上呢，後來撐過去了。2009年那個低點到今天2026年 ，S&P 500指數漲了大概8到9倍，800%到900%。一個被宣判死刑的病人，17年後變成健身教練。而同一時間呢，歐洲到現在還在處理歐債危機，日本還在失落，而中方遇到了自己的結構問題。第二個案例呢，中東20年戰爭，阿富汗加伊拉克，美國打了20年，花了多少錢？學界估計是好幾兆美金，死了多少人？幾千個美軍，還有數十萬當地人。2021年從喀布爾倉皇撤軍，那個畫面，人掛在飛機輪子上，然後後來有人摔死，有人在裡面被凍死，全世界都覺得那是美國霸權的喪鐘。結果呢，美國的全球的信用的確受損了，這是真的。但帝國沒有崩解，帝國沒有垮台，反而發生一件很諷刺的事情，因為美國抽身，他的盟友都嚇到了。他覺得媽幹，美國不可靠，我自己要加強對中國、對俄羅斯的警覺。美國甩掉了一個流血20年的包袱，而且告訴大家：嘿，我不可靠哦，你不要覺得我一定會幫你哦。第3個案例是 COVID-19。COVID-19 在2020年疫情爆發，美國一開始死了一堆人，超額死亡數字很難看。中國的做法呢，清零封城，前期看起來控制的超好，全世界都在誇中國模式。結果呢，3-5年後回頭看，美國靠疫苗加上瘋狂撒錢的經濟刺激 ，GDP 反彈得很猛。中國的清零後遺症呢，經濟動能、社會信心到今天那口氣還沒有完全緩過來。各位網友，你看到 Ignatius 主張的這個模式了嗎？2008中東 COVID 3次都是摔到谷底，3次都爬起來，而且爬起來之後，對手反而變得更虛。這就是 Ignatius 講的 falling uphill， 別人跌倒是往下滾，我大美國是往上爬呀。
聽到這裡有沒有覺得美國很猛？是不是覺得 Ignatius 講的有道理？台灣就是抱緊美國大腿就對啦。哎呀，等等等等，本節目呢絕對不會單講一邊，請庭上請2位反方證人出場。第一位 Peter Turchin 土耳其，這個人是搞歷史動態學的 Clio Dynamics， 簡單來說就是用數學模型去分析歷史週期。2023年他出了一本書叫 End Times， 結局的時間。Turchin 的反駁非常狠，他說你這樣講不對，美國的自我修正從來不是自動的。他提出一個概念叫精英過剩。當一個社會的精英太多，好位置不夠分，這些搶不到位置的精英就是帶頭搞政治鬥爭，甚至暴力，這是歷史的周期律，這是人類的劣根性，你逃不掉。他舉的例子是1929年經濟蕭條，1968年美國本土的動亂，2008年的金融海嘯，每一次的悲劇，美國都付出了巨大的代價，流了很多血，撕裂的社会，你只看到他爬起來，你沒看到他爬起來的時候身上一個洞。謝謝貓貓的花束。我們用一句話幫 Turchin 翻譯。美國的自我修正啊，不是免費的安全氣囊，是每次撞車都有人要去醫院，要有人開刀啦。不要那麼爽，不要自己騙自己。還沒完，接下來呢，第2位證人出場，庭上第2位證人叫做 Thomas Piketty。皮凱提是法國經濟學家，他的專長是研究贫富不平等，他是世界級的權威，也是21世紀資本論的作者。坦白講，我有看過這本書，但是太硬啦，沒有辦法跟大家介紹。皮凱提補了一刀，他的核心理論是 R 大於 G， 資本報酬率長期高於經濟成長率。所以財富會自動往有錢人手上修正，市場才不會自己修正呢，那個是自動水往低處流，這樣修正。他把這個邏輯呢講明之後，我們把這個邏輯套到 Ignatius 身上。Piketty 會這樣問：你說美國反彈呢 ？SP500 從2009漲了8、9倍，這是誰的反彈？你他媽在路上要飯，你在麥當勞賣漢堡，你在肯德基賣炸雞，你反彈了嗎？這是持有股票的有錢人的反彈。同一段時間，美國一般勞工的薪資、實質工資基本沒漲，所以這是全美國反彈，還是美國有錢人的反彈？在聽直播的各位，這一刀下去，整個 falling uphill 的故事就裂了。如果所謂的向上跌倒只是富人階級的資產價格反彈，而中產階級跟勞工被留在谷底的話，美國是爬起來一個越來越分裂的有錢人。每一次遇到這種衝擊跟悲劇，都是有錢人爬起來，然後沒錢人繼續蹲在地上。Turchin 說的精英過剩、政治極化，就是現在的美國。這一段我們再做一個戰略結論 ：Falling uphill 是真的，數據上美國的確摔倒了3次，的確3次爬起來。但是 Turchin 跟 Piketty 都告訴我們2件事情：第一個，每次爬起來，美國都付出了社會撕裂的代價，不是免費的。第二個，這次爬起來的可能只是富人，不是整個國家，沒有每一次都全國爬起來，你他媽想太多。所以 Ignatius 先講說美國我越戰越堅強，越打越厲害，等等，我們要先打個問號。美國的自我修正機制還在，
但這次他身上帶傷，而且氣氛比1929年的經濟大蕭條還要糟糕。科學的判斷不是美國一定行，或是美國一定垮，而是看數据。數據說什麼？美國這一次的安全氣囊可能沒有充饱氣。來，接下来要到下一個段落是，你如果覺得好像美國 always 很厲害，那就不太正確。那不太正確是什麼意思呢？是接下來要進到川普紅利的概念。我們上一章質疑了川普一定行，這一段落我們要質疑相反的東西，川普會一直這樣下去，這是另外一個怪異的假設。因為 Ignatius 的那份紅隊報告裡面，假設的那位北京分析師哦，晝夜難寢。芒果真的很好吃這個我每年都吃超多芒果，今年大出，各位要好好掌握。因為之前芒果採果的時候沒下雨，接下來如果要下雨，或是有台風來，柚子就慘。所以請各位好好的把握。讓小寶說的沒錯啊，各位記得點讚啊！目前我們線上的人數有多少人？線上的人數大概700人吧，請各位多點一點讚，然後讓更多人看到。來，所以我們接下來要質疑的是，川普對中國的這份大禮是不是有保存期限？是不是有保存期限？網友問說，芒果有沒有微酸？如果你要微酸的話，這一次我們新上市的樹奇蜜蜂蜜的產品是有梅子綠茶的味道的。我也覺得這個描述很奇怪，但是不知道怎麼搞的，它的花粉跟花蜜加上微微發酵的感覺，就是變成就真是变成了梅子綠茶。就真的变成梅子綠茶，各位可以去看，常常看啊，買個小罐之類吧。它好像沒小罐，剛上市新蜜，什麼大禮？就是上周川普，不是上周，上個月，川普幫習近平認證，對，我美國的確100%正確衰退了。整天他罵盟友，想要搞垮聯準會的獨立性，這些對北京來說全是利多。Ignatius 講說，這叫 Trump bump。美國現在遇到是川普障礙，對中國來講叫川普紅利。當他說這個紅利撐不過3年，什麼意思？我給你3個剎車片，你3個剎車片是美國這台車，就算川普踩油門想要衝下懸崖，也會自動減速的東西。第一個剎車片叫聯準會，各位，川普非常討厭聯準會的主席 Jeremy Powell 鮑威爾，因為川普想要低利率，想要印錢，直接印美金來撐經濟。但鮑爾不同意，鮑爾不給。鮑爾不給，川普2025年4月就在 Truth Social 上面寫說，太慢又太懶，我要把它換掉。2025年8月，川普想用房貸詐欺的指控去解雇另一位聯準會理事 Lisa Cook， 結果被法院擋下來，案子現在還在最高法院排隊。鮑爾的任期2026年5月15號到期，注意這個日子，就是川習會結束，川普發那則100%正確貼文的同一天。但鮑爾說了，如果繼任者沒有被參議院確認，他就會繼續做。媽，我怎麼跟賴校長一樣一直在打噴嚏？糟了，來。
不是說笨蛋不會打噴嚏嗎？笨蛋不會感冒嗎？我是笨蛋啊。換句話說，川普到現在還沒有能夠完全把聯準會變成他的印鈔機。為什麼這對中國是個壞消息呢？因為如果川普真的搞垮了聯準會的獨立性，美元信譽會崩盤，美債殖利率會飆升，全球資本會對美國失去信心，那個才是送給中國的世紀大禮啊！但是這個剎車片到目前為止還踩得住。第二個剎車片是美國的司法與行政權分離，美國的最高法院。各位，這個很有意思啊！最高法院9個法官，大法官裡面有3個是川普自己任命的。你以為他們會挺川普到底嗎？沒有，人家還要做人呢，不像某個國家當了大法官之後就不用做人了。來，2026年2月20號，一個案子叫做 Learning Resources 對川普，最高法院判決6-3推翻川普依國際緊急經濟權利法搞的大規模雙向關稅 Reciprocal Tariffs。 誰寫的多數意見？多數意見跟少數意見通常都要出報告書。多數意見就是 majority， 我9個大法官裡面，我有6個或者是7個或者是5個都支持這個立場的話，我要出一本多數意見書。那一篇的多數意見書呢，是由這個首席大法官 Chief Justice John Roberts 是小布希任命的，川普自己任命的2個 Gorsuch 跟 Barrett， 贝雷特跟戈萨奇都是多數意見書的這一邊，他一起否決了川普。你沒聽錯，川普自己任命的大法官反手砍了川普的關稅，因為人家還要做人。來，2026年11月，美國期中選舉，在聽直播的各位，現在民調是這樣的：眾議院民主黨拿回控制權的幾率預測市場給的 Polling Market 給7%。川普個人的支持率呢？ Pew Research Center 皮尤研究中心5月的數字大概是34%，任內新低。為什麼掉呢？為什麼掉呢？啾說小斗支持認真直播主，想問老朱還有在收紙本信件嗎？還是一樣信箱？都一樣，都一樣。但是你寄來要找個其他方式跟我們講一下，不然平常因為沒人寄東西來，所以我們沒有人會去拿那個郵政信箱的信。來，為什麼川普的民調支持率會掉？因為關稅推高物價、驅逐移民的執行爭議呢，想搞聯準會引發市場波動，川普踩了油門，哼，讓我往前衝，選民在踩剎車。而且這是最關鍵的，美國不到3年就要再換一次總統了。Ignatius 說得很直白，下一個總統不管是誰，絕對不可能像川普這樣靠着罵盟友、自我認證衰落，給中國跟俄羅斯送這麼大的禮。我講白一點，川普對北京的價值是有到期日的，時間到你就過期啦，你沒有權利，沒有影響了。聯準會擋着，最高法院砍着，選民用選票收着，3年之後會換人。北京的那個紅隊分析師看着這4個剎車皮，他心裡很清楚中方現在拿到的所有好處都是臨時的借來的，不是永久不變的。所以你叫他壓身家，他敢不敢？我也不敢。因為東升西降是趨勢，但這中間川普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啊。川建國果然是川建國啦。好了，這一段呢是 Ignatius 紅隊報告裡面對台灣來講最反直覺的一部分。表面上川普幫中國坑盟友，台灣該慌，但真相是Ignatius 認為美國這種自我修正機制聯準會
着最高法院壓着他，選票收着，讓川普對自己对美國的傷害是有上限也有時限的。北京拿到的是川普紅利，不是川普的永久授權，他又不是皇帝。对台灣的啟示很冷酷，不要因為川普3年的混亂你就絕望投降，因為北京自己都知道這扇門3年之後會關了。問題只是3年，台灣等得起嗎？後面我們會談，但我提醒你要用另外一個角度想，如果只剩3年的話，會不會非常考驗中方的戰略定力？你再不做就來不及了，不是一巴掌就是一輩子，你要不要告白？你再想一想啊！所以接下來我們要講，各位要輪到講中方了。我們今天做分析，一定是兩邊都告訴你實話嘛。如果我們單純只講一邊的話，你可以去聽別人的直播啊。本台就是讓你兩邊都聽了，然後你自己做判斷，好不好？我們前面把美國這邊講完了，美國向上點倒是真的，可是能不能夠復甦，能不能夠複製，不知道。但是它一定會帶傷再站起來。川普紅利是真的，但是有到期日。現在北京的分析師調轉頭來去看自己這一邊，是因為當北京的這位分析師啊認真檢視中方的現況的時候，他會發現桌上有4個洞，我一個一個念給你聽，每一個都有確實的數字，你看一看。沒有要唬爛，或是沒有要栽贓，來，這個都是官方的數字的。第一個漏洞是房地產，在提直播一邊還在繳房貸的各位啊，聽好這個數字：2017年，中國西南財經大學做過一次全國抽樣調查，這是迄今為止最大規模的一次。結果是中國城鎮住宅空置率21.4%。我們也想要查更新的數據啊，2017年是9年前呢，可是沒有了，後來再也沒有相關的報告。21.4%哦，你看這個畫面上的數字幹指錯邊。21.4%哦，空屋率哦，每5間房子就有1間是空的，沒人住的。我要強調，這是2017年的數字啊。中國之後沒再做過這麼大規模的全國普查，但到底為什麼，我也沒辦法猜測，我也不做猜測。我們已經每天做這些兵推智庫報告，推累快死了，我還給你猜哦。那我們開一間廟把不會算了。但是近幾年呢，有貝殼研究院2023年調查28個城市，平均的空置率還有12%，而且這不是3線、4線、5線城市啊，這是1線、2線城市的平均空置率還有12%哦，所以空房子的問題沒有消失，只是官方不太想再量了，看起來不好看，而且更要命的是爛尾樓。野村研究所估計，到2025年底，中國全國預售了，但是沒有交屋，加上停工爛尾的房子，大概有2000萬套，資金缺口3兆人民幣。有些城市的庫存呢，要賣12年才賣得完。各位，你買了預售屋，建商收了錢，房子蓋一半不蓋的這種事情，在中國發生了2000萬次，這不是數據，對2000萬個家庭來講，這負擔非常大。第二個漏洞，規模困境。中國是世界工廠，是大家都知道，但 Ignatius 講了一個很妙的比喻，他說中國的規模問題呢，就像想把一頭大象塞進一台福斯金龜車。看現在福斯金龜車超醜的，好不好？而且也沒有最早的那個世代好看跟耐用，所以再也沒有 Beatles 的。來，我的意思幫他翻譯一下，
Ignatius 的意思是中國的產能太大，國內消化不掉，只能往外倒。數字來啦，2025年呢，中國的粗鋼產量960.81百萬噸，7年以來最低，比前一年掉了4.4%。為什麼掉？因為國內蓋房子的需求垮了，鋼用不掉。光伏太陽能板，2024年中國造了627 gigawatt， 但產能高達1200 gigawatt 以上，全世界一年裝不完，全世界整個市場的需求一整年裝不完，庫存爆炸。電動車2025年出口262萬輛，翻了1倍，現在又開始各國又加關稅，又限制進口了，聽起來很猛，對不對？出口翻倍哎，但問題是你把這麼多便宜貨倒向全世界，全世界會高興嗎？各國不高興。歐盟對中國電動車課到最高45%的關稅，對鋼鐵課了13%到62%，印度、美國、巴西全部都在反傾銷。我講白一點，中國的規模本來是優勢，現在變成全世界用這個理由一起圍堵它。我們不要便宜，我們就是不要你的東西，因為你太會生產，結果大家對你一起關門，這沒辦法，這個東西你怎麼想到，當你做的太快、太好、太有效率、太便宜的時候，那全球市場吃不掉呢？再來第3個漏洞，內需崩潰，這個最簡單的一個數字就懂。中國的消費者信心指數2020年2月的巔峰是127點，那個時候正是清零政策，大家生活大部分如常的時候。結果2026年消費者信心指數變多少點？變他媽90點哎，從127掉到90，跌掉了29%哎。這線上的各位，這個部分是信心，是老百姓不敢花錢了，他把錢存起來，因為對未來沒有信心。順帶一提，今天沒有要談這個，但是美國的存款率現在在下降，台灣的存款率也在下降哦，一堆人拿出去炒股票哦，你要小心哦。當菜籃族跟全國的存款戶都要跑去炒股的時候，他們要擔心的，要非常擔心啊。中國過去最厲害的是生產，但到今天還有一件事情搞不定，就是怎麼把老百姓口袋裡的錢花出來。一個生產一堆東西，但自己人民不敢買的國家，東西要賣給誰？只好繼續外銷往外倒，然後繼續被全世界課關稅，這是一個死循環啊。而且中方的內需其實已經快到極限了，你知道中方的郵購跟電商是全世界最多嗎？不管是包裹的數量，不管是買賣的結構，都是全世界最多最高，提不了了，升不了了啊。對啊，陳安倫講的沒錯，看陳安倫終於是會員了。身為一個豐裕集團的少東，他媽到昨天才抽到會員。你房地產戳破泡沫了，你就會讓中產階級當初買房規定了一整個世代的消費模式，人也同樣失去信心。這是沒有辦法，這是連帶的，不是說戳房地產泡沫不對，是你戳了一定有後遺症。後遺症怎麼解決？我也不知道啊。我的工作是把問題講出來嘛，目前還沒有人付錢叫我給解決方案，不好意思。哇 ，QSBDZG 說我有套房子掉了30%，在市中心的價呀。這芒果真的很好吃，各位如果要訂的話，趕快下訂，好吧，在置頂的那個連結裡面。屏東獅子鄉的芒果，然後浩克現在應該在辦公室瘋狂的包東西，我明天要趕快去郵寄，因為我要趁着台風天之前把所有東西寄走，不然媽下大雨。然後我上個禮拜就是用
垃圾袋蓋着那些紙箱，然後拖去郵局，不然下大雨我就慘了。我趕快明天要趁亂把所有東西寄出去，搞不好一車拉不完，然後2、3車嘞。好，还有一个问题，年輕人失業。中國的青年失業率2023年6月衝到21.3%，創歷史新高，然後官方就停更了，不更新了，不好意思。後來換了一個算法，也不能說錯，但是這個就有一點粉飾太平的意味了。後來的新算法是不算在校學生，2026年4月公布的新的青年失業率是16.3%，你知道嗎？換了一個算法，失業率就降下來了。這是數據遊戲，但躺平的年輕人是真的躺在那邊不能動了，已經內捲到躺平了，根本就找不到工作。我跟你講，最近在抖音上面出來一些新的，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還是劇本，就是一個人跑去面試，說我是抄網絡媒體，我抄網媒的，那我要來你公司應徵，一個讚給我1塊錢就好了。坦白講，一個讚1元人民幣有點多啊，但是網友很給力啊，這個出了好幾集，每一個都給他10幾萬讚。我不知道啊，躺平的年輕人真的躺在那邊，所以你看到那種找工作的那種事情很多。然後另外一個呢，這個都是我周邊的觀察，我沒有納進我的分析報告裡面，但是本人是一個常用網絡的人，有一些東西我很敏銳，就是最近出了很多中年男性或女性，35歲到45歲之間的人，然後有一波新的風潮是用那個看那紅色蜻蜓的飛向藍色天空，小虎隊那首歌的日文原曲，然後描述他們有的失業，有的老婆跑了，有的下午翹班。然後說這個35歲的朱女士呢，今天開開心心的翹班，或是45歲的陳先生呢，今天被公司開除了，但是他轉念一想，那又怎麼樣呢？我至少還有一條命。這一類影片變多了，我看了，身為一個中年人，我非常可以理解。但是你要知道的是，見微知著啊，就是這種影片變多了，就表示頗值得玩味。我當然知道當年的下崗潮比現在更洶湧，不過那個時候是國營轉民營，現在沒有可以轉型了，還有這麼多的未就業，我覺得要稍稍想一想。第4個漏洞啊，就是最明顯的在哪一邊呢？人口塌陷。2025年的出生人數年減17%，792萬人。前一年是954萬人，一年掉了17%，總人口14.049億，比前一年少了339萬。中國社科院估計養老金的結餘到2035年見底了。在聽直播的各位，這個數字是唯一沒有辦法靠政策補的。房地產可以救，產能可以調，信心可以哄，但人口，你今天叫大家生小孩，那個勞動力也要20年後才會漲，而養老金的洞2035年就到了。而且同樣的，現在有的時候一線城市有的時候是不是不敢生小孩，是生了小孩之後，你夫妻2人一點自由都沒有了。我有個親戚啊，他本來要考慮直接從美國從德州移到上海去，後來他一打聽說，我看不得了啊！現在6日啊，一個小孩要補3、4個班啊，然後不是爸爸全程接送，就是媽媽全程接送，根本就沒有休假，沒有什麼個人生活了，捲到一個爆炸。所以他說啊，寧願先把小孩丟回台灣來，隨便瞎雞巴養着，之後再去對岸競爭。我不知道這個
那個什麼上海人劉冠超每次也都是跟我靠北，他說他看到所有同學都在那邊到處接送，到處這個玩耍，他實在不覺得結婚是好事，所以不婚不生，快樂一生，這個他覺得是對的。所以你看这个，有的时候你解決問題要針對問題解決才行，不然人家不是不生小孩，是他媽的這樣子搞沒辦法生呢，沒辦法生嘛。那養老金又要到頂了，所以北京的紅隊分析師把這4個字寫在報告上：屋子空置21.4%，粗鋼生產7年最低，消費者信心崩了29%，出生剩792萬。然後他問自己一個問題：我們真的是那個修昔底德陷阱裡面必然絕情的雅典嗎？還是我們只是看起來很大，因為我們的斯巴達在縮小？所以這一段呢，各位對岸的網友，你要細聽啊，我沒有要栽贓，我靠的就是數字，所以這個風險確實存在。科學不講感情，只看數字。中方目前的4個漏洞，房地產規模、內需、人口，沒有一個是假的，每一個都有確切的數字資源在背後。這不是唱衰中國，這是北京的那一位紅隊分析師自己必須要算出來的賬。他告訴我們一個冷酷的事實：中方強的很真實，但也虛的很真實。它大到能淹沒世界，卻也大到能夠淹死自己。所以 Ignatius 的紅隊報告寫到這裡，分析師的標題只能說中國崛起勢不可擋，但問號重重。我覺得中方內部的高層呢，中央軍委或政治局的人應該也在想同樣的問題。東升西降不可否認，但是我們一邊爬一邊要小心高山反應的，不然你一下子喘不過氣來呀，不然怎麼辦呢？那更重要的是，台灣也不能把命運單壓在中國世紀必然到來。來到這邊哦，我們之前講的都是這個第一本紅隊報告 Ignatius 的那個紅隊報告。那結論你聽到了，中國沒有那麼強啊，我們美國越戰越堅強。聽到這裡，哇靠，台派一定很高興啊！如果我不是朱學恆的話，明天自由時報就出一篇了。美方認為中方其實沒那麼強，美國會越來越強。好吧，台派一定會說，連華郵都說中國世紀還早了，那台灣就抱緊美國就贏了嘛。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你等一等，你等一等。我們要把第2份戰略分析放上桌，這一份我們之前做過了，但我們今天拿回來做對照組，因為他的結論跟 Ignatius 講的那一本剛好相反。
好了，第一本 Ignatius 是說戰略上中國撐不住，但是等等，我還是要提醒，中國撐不住的時候，你以為台灣會有好果子吃嗎？你他媽通常經濟越不行，開戰越棒，大炮一響，黃金萬兩。但是第二本分析我們之前做過了，戰術上開戰之後，美國撐不住。你還記不記得我們做的那一集直播？我快速幫剛來的同學複習，有一些人可能從這幾個禮拜才開始開的啦。我們講的是2026年2月底，美國跟以色列聯手打伊朗，代號史詩狂怒行動 Operation Epic Fury。美國國會研究處出了一份報告，編號 INI 2692，賬單是這樣子的：42架軍機損毀或被擊落，成本官方說290億美金，內部估算逼近500億。我再給你幾個讓人坐不住的細節：一架 F-35A， 全世界最貴的5代戰機，被伊朗的地面防空打傷了。而那套防空系統是1990年代蘇聯技術的仿製品，不是頂尖貨。7架 KC-135加油機全沒了，其中5架是停在停機坪上被飛彈炸爛的，一架 E3 預警機停在報告說的無掩護滑行道上被打傷，炸到它那個雷達盤都他媽掉下來了。然後彈藥的問題在於，你花那麼多錢，結果你彈藥不剩了。彈藥不剩了，有 CSIS 智庫那一份 Less Ammunition 最後几發子彈的報告說，美軍的 THAAD 高空戰區反飛彈系統庫存只剩戰前的3到4成。標準3型攔截彈光是開戰前12天打掉了大約等於美國1整年的產能，12天燒掉1整年的產能。在聽直播的各位，這就是第二本紅隊報告的核心。美國的彈夾是有底的，而且用得太快了。你仔細看一下我背後的數字，而且伊朗只是一個次要對手，是一個中等強国。我問你一個問題，把2個紅隊報告接起來，什麼意思？什麼意思？這個意思呢，是再問一次啦，解放軍的飛彈比伊朗多幾倍？你告訴我。伊朗打過來的東西已經讓美軍12天燒掉1年的飛彈產能了。如果換成解放軍，一個飛彈數量是伊朗好幾倍，而且就在台海家門口作戰的對手，美國的彈夾撐得了幾天？這就是第二本紅隊報告留給台灣的問號。他不講中國的房地產，不講中國的人口，他只講一件事情：就算中國像第一本報告說的經濟上虛，美國要在西太平洋幫台灣擋下解放軍的飽和攻擊，它的彈藥庫存、它的加油機、它的預警機夠不夠用？第二本紅隊報告的分析是很簡單，很可能不夠。各位，你現在手上拿到2份紅隊報告了，對不對？一本說中國戰略上撐不住，一本說美國戰術上護不住。你發現問題了嗎？這2本報告不會互相安慰，他們互相疊加在一起。所以第一本紅隊報告讓你對中國放心，第二本的紅隊報告讓你對美國擔心，這不是巧合，這是一個真相的2面。中國的結構性虛弱是真的，美國的戰術性透支也是真的。對台灣最危險的錯誤就是只讀其中一本。你只讀第一本，你會以為抱緊美國就高枕無憂；只讀第二本，你會以為美國靠不住會乾脆投降。你2本一起讀，你才看到真正的處境。台灣面對了2個莊家，一個底牌不好，一個籌碼快見底了，而那個牌局是賭你的身家在你的客廳開打。幹，這到底在開心什麼東西？我真心想不懂。你各位是怎麼樣？好了，我們今天要回到這邊了。今天竟然同上有1000人，各位麻煩按個讚吧，麻煩各位按個讚，按讚多一點，我們就會有更多人看到。好，這一章呢又進到另外一個事情了。
我們告訴各位2本紅隊報告，我們接下來要做一件事，把它們疊在一起，看看會發生什麼事情。先回到 Ignatius 的華郵投書那一本，他那篇文章最後怎麼收尾的？我覺得這是他整篇最精彩的地方。他讓那一位假設的北京國安部紅隊分析師寫完了所有分析，然後他的部長不滿意，說你這個報告寫的跟個 CIA 學院的畢業生一樣，全部都是但是可能尚待觀察，沒有結論。部長逼問他一個問題：你願不願意把中國的國家安全壓在中國正在成為這段關係的主導方上面？這件事你敢不敢壓？在聽直播各位那一篇的回應是怎麼寫的？他說我不願意，因為證據不足，數據不夠。Ignatius 用這一位虛構分析師的嘴講出他真正想說的話。中國沒有北京以為那麼強，美國也沒有北京以為的那麼弱。好了，剛講了，第一本紅隊戰略報告是這樣子寫的：北京自己的紅隊就自己的數據不敢壓住中國贏。第二個紅隊報告，我們上次做的，雖然沒有寫結論，因為我通常都是開放式內容，我不寫結論的，但是數字本身就是結論。美軍12天燒掉1年的攔截彈，THAAD呢剩3成。換句話說，華府的紅隊也不敢壓住美國能在西太平洋打一場長時間的戰爭。在線上的各位，你看到了嗎？北京的紅隊不敢壓中國贏，華府的紅隊不敢壓美國能護住。2個首都的紅隊分析師坐在各自的辦公室裡面，得出了一個鏡像的結論：別賭，賭不起。結果台灣很敢賭，敢是台灣是什麼？我們沒有戰略分析師了，是不是？我們沒有智庫了，是不是？所有國家的紅隊分析師得出了一個一模一樣的結論：別賭，賭不起。我用一個比喻你就懂了，2個賭徒坐在牌桌兩邊，北京這個賭徒偷看了一下自己的底牌，發現很爛，房地產、人口、內需都是問題，他心裡覺得不踏實。華府那個賭徒數一數自己的籌碼，發現快賭完了，彈藥、加油機、預警機都不夠用，他也覺得很虛。2個都覺得虛，2個都不敢全壓。台灣是什麼？在聽直播的各位，台灣不是第3個賭徒，台灣是牌桌，台灣是這2個發虛的賭徒，內心都不安全、不安穩的賭徒，在賭的那張桌子啊！靠腰，我們既不是籌碼，也不是牌，我們現在變成那個桌子了，一直退，一直退，一直退。這就為什麼我說2本紅隊報告對台灣來說都是雙重壞消息。很多人會問，2邊都內心不踏實，不是很好嗎？2邊都不敢動手啊，錯，大錯特錯。你一邊這樣想，我要跟你講，你真的錯了，你他媽晚上不該睡好的。為什麼錯？當2個賭徒心裡都不踏實，知道自己撐不久的時候，最危險的事情不是他們不動手，最危險的事情是其中有一個人發现我再不動手，我的牌會變更爛，於是他決定趁現在還有籌碼賭一把。這個邏輯我們後面會解釋清楚。簡單的戰略收尾，這就是等價交換的鐵律啊！天底下沒有2邊都不踏實，所以台灣很安全。這種免費的午餐吶，北京的紅隊不敢壓中國贏，華府的紅隊不敢壓美國能保護得了。這2個不敢疊在一起，得到的不是和平，而是一個大家都心裡發慌、大家都着急的時間表。因為虛弱的一方最怕的不是現在打，而是在等下去會更打不贏。台灣以為自己選了個莊家，事實上台灣是那張賭桌，而桌上2個賭徒都在算自己還剩多少時間。他們如果下了決定，倒霉的就100%是台灣啦。那所以啊，這2個賭徒心裡都不踏實，然後在我們的桌上賭，這要搞什麼？來，謝謝這個抖音這邊的火燒老二小，
還有這個君子劍岳不群的斗內，那君子劍岳不群也是晚安，好不好？蘇生泰，這個火燒老二小，好，這名字真很好笑。那個 Mr. 劉建一說，兩邊心裡不踏實，到2026年預計要會面彼此3次。對，最近講的又比之前又多一次哎。Violence 點9169，最近主題都很硬，偶爾來一個風花雪月調劑一下吧。壞掉老酒說，請支持碳纖維傳獎單人阿德巴老豬冰按讚分享加群熱推購買商品，也請問老豬祝福打氣，謝謝。好啊，來，接下來更要命啦！來，在聽直播的各位，上一章我留了一個鈎子下來，當兩個賭徒都心裡發虛，最危險的不是他們不動手，而是其中一個人算出我再不動手就更打不贏了，馬上就要動手，再不動手就不行了。我們把這一章算清楚。順帶一提，我們帶貨的有雲林台西鄉的烤玉米，據說日本觀光客最愛，我也不知道為什麼他們最愛，但這個東西賣得不錯，賣的我們拖得要死。然後還有那個戰備時候必須的罐頭，有羊肉爐罐頭，有麻辣燙罐頭，然後有那個牛肉罐頭，有酸菜罐頭，還有卤肉罐头，非常下飯，請各位務必要訂。你訂了，我明天。不對，你今天訂了，我還沒收到訂單。好了，趕快遞啦，我這個禮拜可以寄給你。好了，今天這一段的數學題叫做窗口，叫做 window。什麼叫做窗口？在戰略上呢，窗口就是一段現在做得到，但以後做不到的時間。window 開着的時候，你能跳出去，窗戶一關，你就被甩裡面了。所以現在我們手上有2份紅隊報告，等於有2扇窗，我們來算這2扇窗分別什麼時候關，講了很傷感情吶。來，先算北京的窗，北京如果想要對台灣動手，它的窗口什麼時候開着，什麼時候關掉？開着的理由是解放軍現在飛彈多，海軍動位大，就在家門口，而美國的彈夾，也就是第2本分析的這個彈藥儲存量呢，已經快到底了，已經快沒有了。對北京來說，這是一個出手的好時機。LCW 說，豬大能把你帶的貨掛路斗櫥窗嗎？那裡我就可以買。先不急呀，帶貨不是那麼容易帶的，好不好？而且，媽，我路斗現在也不能掛櫥窗啊。那我掛了櫥窗，我還能夠出貨哎。那個羊肉爐罐頭不能掛海記呀。蜂蜜很好哦，樹奇蜂蜜，我強烈建議各位嘗嘗看，那個東西很妙，你可以拿來調類似那個蜂蜜梅子綠茶。所以一時間目前沒有辦法帶貨到對面去啊，請大家見諒，以後再說吧，看看好不好？那好，接下來又要講了。但是各位還記不記得我們前面提到的2個漏洞？房地產呢爛尾2000萬套，人口1年少339萬，養老金2035年見頂，消費信心崩了29%，這些洞一年比一年大，北京越往後拖，國力的地基是越鬆的，所以北京的窗是這樣子的，軍事上現在最強，但經濟人口的地基正在鬆動，而且正在垮。他的紅隊分析師會算出一個結論：如果要打，趁國力還沒被人口跟債務拖垮之前，窗口正在關，趕快做。這是第一段結論。那然後再往下講，華府的窗口是什麼？美國想嚇阻北京，護住台灣，它的窗口什麼時候開着，什麼時候關呢？關着的壓力哦，第2本紅隊報告講得很清楚，彈藥目前只剩3成，加油機被打12天燒掉1年產能，美國要重建彈藥庫存，要把生產線拉起來需要時間，而這段時間它空虛，它沒有彈藥。但是第1本紅隊報告說了，
美國好厲害，我們會向上跌倒。川普3年後就要換人啦，自我修正機制會啟動，我美國又會重新站起來。美國越往後，理論上越有可能恢復。所以華府的窗呢，跟北京正好相反，現在最虛，但時間站在他那邊。在聽直播的各位，現在請你把這2扇窗疊在一起看，看出問題了嗎？北京現在最強，但越拖越虛，窗口正在關。華府現在最虛，但越拖越強，窗口正在開。我看看哈，那我們來看這一張圖哈。這張圖是什麼意思呢？你就一邊看一個動畫，一邊看我講。來，這2條線在某個時間點上會交叉，而那個交叉點附近的時間就是台海最危險的時間。因為對北京來說，就是再不動手，美國的彈藥庫就補滿了，我就被人口拖垮的最後機會。我講白一點，北京的紅隊分析師會在報告最後寫下一個冷酷的建議：如果要解決台灣問題，不是看我們準備好了沒，而是看美國是不是還在庫存很虛，我們還能強多久？2條線交叉之前是窗口，交叉之後永遠錯過。各位，這就是為什麼兩邊都虛不是好消息。因為如果兩邊的戰略能力都虛的話，這反而把時間壓縮成一個很窄的窗口，在那個窗口裡按兵不動的成本可能高過放手一搏。那台灣呢？台灣在這道數學題裡面連一個變數都不是，我們不影響兩邊的這2條線，你知道？台灣不影響啊，幹他媽不是挫賽了嗎？這線怎麼演變跟台灣無關，我們只是裡面的那個 landing zone， 我們降落在我們身上。台灣是那個被擺在交叉點上面的籌碼，2扇窗什麼時候關，什麼時候開，台灣說了不算。台灣唯一能做的就是讓自己在那個窗口期啊難啃到讓對方覺得這一把賭下去不划算，這已經講了很多次了。台灣現在難啃嗎？看起來很弱啊，各位，你他媽每天都在大內宣，內宣什麼東西？我好棒棒，我這邊跟烏克蘭合作好厲害啊！你騙外行人，烏克蘭要的是你的零件，沒有要跟你合作。所以我們等下最後一個段落會請美方的分析師來回答。來，這一段的結論是數學題的答案很冷酷，北京現在最強，越拖越虛，窗口在關。華府現在最虛，越拖越強，窗口在開。2條線交叉的地方就是台海風險的高峰，因為那是北京再不賭就永遠錯過的時刻。所以真相總是傷人，台灣的安全不取決於台灣自己有多想要和平，而取決於那2條線什麼時候交叉，以及交叉的時候台灣有多麼難打下來。等價交換的代價在這裡，你想要那扇窗永遠不交叉可以，但是代價是台灣得強到讓北京算不出划算這2個字。台灣付起這個代價嗎？你根本付不起呀！來，後面我們要進美方，美方也算過台灣的狀況啊，但答案恐怕沒那麼好說。我們上周在分析美國智庫為什麼永遠都不準的那件事情，結果因為台灣都花錢養美方智庫。結果我們請來一堆只會說好話的醫生。今天我們來看一個報告本身沒有收台灣錢，真心做兵推的美方紅隊報告。被6315說出大感覺變帥啦，你最好去看看眼睛。來，這份報告呢是 CSIS 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做的，叫下一場戰爭的第一戰 The First Battle of the Next War， 主筆是 Mark Kensian 坎西安，一個退役的陸戰隊上校。对不起，
Snow 上，謝謝加入公仔。這份報告最不一樣的地方在哪？它不是用嘴巴分析，它是真的兵推。他們把中國武力犯台這個情境用兵棋推演的方式跑了24次，24次不是一次。每一次設定不同的條件，美國有沒有介入？日本基地給不給用？台灣撐多久？然後看結果。24次兵推的核心結論，我幫各位濃縮成一句話：台灣守得住，但所有人都滿身是血。這句話我們把它拆成2半來聽。前半句守得住應該是好消息，對吧？但錯了，錯了。CSIS 的兵推說，在大多數的情境下，只要符合幾個條件，解放軍登不了路，站不穩了。哪幾個條件？第一個，台灣自己要先擋住第一波，不能速敗；第二個，美國要介入，而且要快；第三個，日本要讓美軍用基地。後半句流一身血，這是真相。同樣，這份兵推說，就算贏，代價是什麼？美國至少損失2艘航空母艦、幾百架飛機，台灣的海軍、空軍基本上被打光，台灣的經濟基礎設施會被打回台灣光復前。在聽直播的各位，這就是 CSIS 紅隊跟台灣那些拿錢說好話的顧問最大的不同。拿錢的醫生跟你說抗中保台，台灣必勝；不拿錢的紅隊跟你說你贏得了，但是你先要變成一隻刺蝟，而且贏完之後你要花幾十年重建。刺蝟的原文叫做 porcupine， 這是 CSIS 報告的核心建議，意思是台灣不要去跟解放軍拼大型軍艦、大型戰機，那是法拉利追腳踏車，拼不過。台灣要變成一隻刺蝟。渾身是刺，大量便宜機動的小型武器，反艦飛彈、防空飛彈、無人機、水雷，讓解放軍每咬一口都扎一嘴血，讓他划不來。各位，還記得前一段的結論嗎？台灣唯一能做是讓對方算不出划算2個字。CSIS 的刺蝟戰略講的是同一件事情。台灣現在是不是嘞？我講白一點，台灣到現在還花大錢買那種看起來威風、打起來是大目標的傳統重型裝備，媽的什麼 M1T2 的戰車，M1A2 T 構型的戰車，就跟你講不划算的，媽台派還要說不對，國黨花錢買的都是對的。美國西方智庫都跟你講這個東西沒有用，你硬是要嘴硬幹，你好啊。你嘴硬啊！你到時候你開 M1A2 T 構型去跟解放軍對幹，根本沒有用，好不好？那種不對稱戰力、便宜又難參制，轉型的速度，台灣太慢了。CNAS、蘭德這些智庫結論都跟 CSIS 一樣，台灣可守，但前提是台灣先把自己變得很難吃，而且美国要馬上介入，彈藥夠用。但第2本紅隊報告已經講了，美國的彈藥只剩3成，而且追不上。各位，3本報告現在全部接在一起了。第1本說中國戰略上撐不住，請注意戰略大規模全球化上面撐不住。第2本紅隊報告是說美國戰術上彈藥見底，沒有彈藥了，打不了仗，不能再打打打打跟你打了。第3本紅隊報告說台灣守得住，但前提是要變刺蝟。而且美國要及時來救，彈藥要夠，而且打完你他媽也是倒退回光復前。這3個前提都卡在前2本紅隊報告的問號上面。簡單的說，不收台灣錢的美方紅隊敢講真話，台灣可守，但代價極高，而且有3個台灣自己根本控制不了的前提：美國介入要快，日本基地要開，彈藥要夠。CSIS 用24次兵推告訴你，必勝是話術，可守但流血才是判決書。真相總是傷人啊！台灣能不能活下來，不取決於誰喊抗中保台喊得最大聲，而取決於台灣有沒有在窗口關上之前，把自己變成一隻讓對方咬一口就一嘴血的刺蝟啊！這一題沒有人替台灣作答，也沒有人收了錢就幫台灣考過，而且目前看起來非常不樂觀，就這麼簡單啊，非常不樂觀。
我們今天讀了3本有公信力的報告，我幫你把整晚的內容整理一下。第一本，華盛頓郵報一個情報專家 Ignatius 的戰略分析，他讓一個北京的國安部分析師誠實的檢視中國房地產控制 21.4%。粗鋼的生產量7年最低，消費信心崩 29%， 出生人口剩792萬。然後逼問這一個紅隊分析師，你敢不敢押注中國世紀必然到來？他的答案是不敢，中國沒那麼強。第二本 CSIS 的戰術紅隊，他把美軍在伊朗的賬本攤開來，290億美金，42架戰機損毀，彈夾只剩3成，12天就燒掉了愛國者飛彈1整年的產能。它的數字本身就是答案。美國要在西太平洋打一場長仗，彈藥不夠，美國也沒那麼強。第三本，坎西安在2023年所做的兵推，24次推演，結論是台灣可守，但要留一身血，而且要先變成刺蝟，要美國及時救，要彈藥夠。3本紅隊戰略分析，沒有一本給台灣好消息。但今晚我最想讓各位記住的是，不是這3本報告各自的結論，而是他們拼在一起浮現的那個東西。我說過了，本次分析得到的結果有夠悲哀。台灣不是賭徒，台灣是賭桌，台灣不是籌碼，台灣不是牌。但其實還有一個更精準的說法。Ignatius 那篇文章裡面，他假設的北京分析師從頭到尾在算一件事情。中國的國力，美國的國力，誰升誰降？整篇文章台灣出現了幾次？沒有啊，沒有啊。哎呦，兵推裡面有一個術語叫做 invisible player， 隱形玩家。意思是有一個角色，他的命運被決定，但他不在談判桌上，沒有人問他要什麼，沒有人管他要什麼。台灣就是那個 invisible player， 我們就是那個隱形玩家。各位，我們現在有1200人啊，趕快按個讚吧，好不好？既然按讚數才600個讚，趕快多一點，讓大家可以看到今天的分析。來，這才是最讓人覺得冷酷的事情。在華府的紅隊報告裡面，在北京的紅隊報告裡面，台灣不是主角，台灣是一個 variable， 是一個變數，是別人計算自己得失的時候順手帶進去的數字。川習會的時候，白宮發了453字的聲明，台灣被提到幾次？0次，1次都沒有。在聽直播的各位，我知道這個很難聽啊，你可能不能接受，但這個節目我們從第一天就說了，我們是希望你醒過來，但我們不會討好你，所以我今晚不會跟你說什麼天佑台灣啊，也不會跟你講說相信台灣一定會過去啊，我們是一個小小兜山的國家，天色見見光，沒有，神經病哦，媽，天色見見光怎麼樣？見光之後改了旗子，你還見見光嗎？你現在賺錢已經賺夠了，不要再拿這個東西來騙你。來，所以今晚剩下來最後3個結論。第一句，真相總是傷人。2本紅隊報告攤開，真相不是美中誰贏，而是兩邊都沒那麼強，但兩邊都比台灣強，而且兩邊算盤裡面都沒有真正把台灣當人，我們連籌碼都不算。北京的紅隊不敢押中國贏，華府的紅隊不敢押美國能護住，他們算都是自己，跟你台灣一點都沒有關係。第二句，科學終將勝利。你光會喊口號是不能讓飛彈轉彎的。
拿錢請的醫生，拿錢賄賂的顧問不會給你真的診斷，會救台灣的只有冷冰冰的數字。你有多少次對方咬一口要付出多少代價，那扇窗還有多久沒關上，這些數字算出來是多少就是多少，它不會因為你投給誰喊得多大聲而打折。第三句等價交換，你想要那扇窗永遠不交叉，想要北京算不出划算可以，但代價是台灣得真的變成一隻渾身是刺的刺蝟，得把花錢來買刺。而且剛有個網友講得很對啊 ，Porcupine 他媽真正運作刺蝟戰術是縮成一團，豪豬縮成一團是不做事的。你他媽能夠不做事？你不生產晶片，你不賺錢，你不出口，你不進口嗎？我覺得你連這個都想不清楚。刺蝟捲在一起的時候是什麼都不能做，他連吃飯都不行。你如果一直戳刺蝟，一直戳刺蝟，它會捲成一團，然後最後活活餓死。你又把錢花在買那什麼 M1A2、F16V 這些東西，你就是繼續當那個沒人了解、沒人理你的隱形玩家，沒有又要還要，沒有免費的午餐吶。在聽直播的各位，今晚最後面的結論很簡單。2本紅隊報告，2個首都分析師都在埋頭算自己還剩多少時間。沒有人在等台灣，沒有人會保佑台灣，只有台灣自己。你在那張兩邊的窗關上之前，還能做一點事情。窗還開着，但沒有人知道還剩多久。你都在搞選舉，你都在那邊搞瞎雞巴，什麼誰怎麼樣，多少人做的什麼事情好厲害，我們好棒棒。這個台日關係最好啊！我們把芒果賣到法國去了，我們好厲害，我們好棒棒。然後呢，是芒果而不是戰術核彈。你把芒果賣到法國去，是因為他坐飛機呀。台灣的芒果農民有賺到更多錢嗎？酒店節不是還說台灣幾乎沒有人吃鳳梨世家？孩子，那是因為你在隆亨裡面的水果盤沒有鳳梨世家，你就以為全台灣不吃，是不是？原因很簡單啊，因為隆亨的水果盤要那種暫時冰在冰箱裡面不會壞的產品，鳳梨世家還要挑籽，還要弄出來放在那邊一下就凍壞了，所以你在隆亨吃不到，不代表全世界沒有哦。你跑去買什麼鳳梨世家冰棒，你在騙狗，真的，媽笑死人！我們就是這種官員。一開始嗆很嗆啊，他以為他在嗆誰，但是現在發現啊，幹，我們有人要選台東縣長台東縣有一大堆農民要種鳳梨世家，而且台東離台北太遠，如果是民進黨的農民，現在梁文傑他家門口跟他老婆家門口早就被丟滿了鳳梨世家。陸委會早就被鳳梨世家擺滿了，在那邊拜你上天堂了。現在是台灣的農民乖，台灣的農民不懂得跟你抗爭。你以前民進黨帶頭這些農民，梁文傑現在就穿世家裝上班了，好不好？笑死人！對啊，水果盤不能放世家的原因是因為它不好放，它切了之後呢，很快就氧化了。所以文傑啊，文傑，不是因為你在隆亨沒有吃過世家放水果盤，你就以為大家都不吃，那是因為酒店沒有辦法弄水果盤，好不好？真是的，而且坦白講，鳳梨世家甜的跟冰淇淋一樣，我真的沒辦法懂。所以啊，我們今天做了一個簡單的結論。今晚呢，真相總是傷人，科學終將勝利，等價交換都只有一個答案。這個答案是什麼？這個答案是，台灣在別人的紅隊報告裡面是隱形玩家，根本沒有人把你算進去，你變成一個觸發點，你變成一個影響力的點。
你要把命運從別人算式裡面的變數搶回自己手裡，沒有人在等你啦。問題從來不是美中誰贏，而是窗關起來之前呢，台灣做了什麼事？酒店果盤也不太放鳳梨跟菠蘿，芒果跟獼猴桃，因為都是不能久放的，所以通常是這樣。葡萄、番茄、西瓜、柳橙，然後就沒了。所以酒店節有的時候是你常去的地方不習慣放，不是全台灣沒人吃，好不好？哎，各位，我們那個要飯紅錢的那個QR code 已經貼出來了，各位如果有空的話可以貼一下。我們順便，各位最後還有沒有什麼問題？哇靠！我明天要拖2車去郵局。哦，那個劉冠超說，飯店的水管門縫也是不會放釋迦，因為釋迦不好放，你長時間會氧化。釋迦是一個很嬌貴的產品，好不好？所以這個東西就是這樣。至於要不要帶陳瑩出國玩，你要先問過劉建國，這個背後有很多故事，你們就別想多講了，好不好？這個太複雜了，我們就不多講了。來，所以各位有沒有什麼問題要問？陳瑩嘲笑了飯店節，因為陳瑩是原住民啊，那個有不少原住民種鳳梨世家，哎，我看看啊，有沒有網友抖內有什麼話要說的？一邊我們看看有沒有網友抖內，我們一邊要投票啦，各位。今天的內容，如果你覺得內容好，然後講的也好的話，請按1；如果你覺得內容好但講不好，請按2；如果你覺得內容不好，講的也不好，請按3。趕快來一邊投票，我們看看。我們來看看，哦，又有網友抖69，西亚利說，G2現在感覺就是2個半跪的，誰先起身誰贏。台灣像是賭借錢賭外圍的，但跳進擂台剛好打他媽呀！幹，這講的真是很精準。還有這個網友說什麼呢？什麼風？但是他沒有講話。找到人哦，好，大家都只知道我拿到10元。來，今天呢，有網友抖內想什麼什麼捐，他說想朱大建議跳船到中國保命行嗎？我們不要這樣講，跳船到中國，這樣感覺我好像是為匪宣傳，沒有啊。但是對岸有一些地方有補貼的，你可以上網查一下，有些地方有特別補助，45歲以下小弟是拿不到，45歲以下的台青去那邊創業，然後有什麼什麼新區，有兩岸的那個閩台交流新區，什麼什麼之類的東西，之類的。那所以不是說要跳船保命，而是如果良禽擇木而棲，賢臣擇主而事。如果你有覺得可以在對岸發展的機會跟空間的話，你就應該去對岸。對岸市場大，但它競爭也很激烈哦。它競爭也很激烈，你不要以為說什麼我要叫你去，然後你就在那邊保賺錢，沒有。謝謝什麼敏的抖內。
有是叫什麼新區嗎？不是跳船，他的意思是他能不能去对岸工作，還有沒有機會？一線城市不一定，但是二線城市應該可以分析。陳又紅說：“我還差幾年才滿40歲，那來得及啊！有些地方補助你30，還要是100萬人民幣。鶴岡太冷了，各位，你要買個房子去鶴岡住，那是你要退休，而且你退休老人，你得風濕病，你搞不好不能去那邊啊。普通工作還有沒有？這個我就不知道了，你可以考慮一下吧。也許你問對岸的台辦什麼的。台灣有護士去鶴岡啊，有，我有看到那個啊。可是他去了鶴岡之後的問題是，他帶的錢夠不夠在那邊住一輩子啊？其他沒什麼問題，但是鶴岡沒有什麼很賺錢的工作所以我覺得應該是這樣的。但你看館長奇怪，我也搞不懂，館長搞那麼風風火火，為什麼最近他晚上直播都在哭，都說他生意很差，什麼東西的，這我搞不懂啊。像我也生意很差，我還每天騎 U-Bike 上下班呢，我還每天用人力在那邊拖那個蜂蜜。我有看到那個台灣空姐在鶴岡那個啦，我有看到，但他接下來怎麼規劃，我們也不知道啊。我只是覺得，為什麼館長怎麼去大陸之後感覺很不開心？這樣子是一個好的統一的統戰宣傳嗎？那個 Harlem In 說可以跑外賣啦。這個一個在北京送外賣台灣人歪賬號叫好 A， 也有在台灣送外賣的大陸人啊，也有好幾個在台灣當交換學生的大陸人，也有在台灣市場抖音直播賣什麼賣水果還是什麼的大陸啊。McKinsey 說內心敏感的館長跟你不一樣啊，館長沒被關過，我還被關過水象星座愛恨情仇，哦，好，就我不知道啦，但其他不要問我只是好奇为什麼館長最近很 sentimental， 很那麼的感慨。台灣人賣保健品，他就是我也不知道。好，館長要養員工，我現在是沒有員工可以養啊，我沒有助理，好不好？我每次都跟那個快遞講，拜托，如果要送東西來的話，先跟我講，不然沒有公司接，沒有人在公司接，不然你就要疊在門口。我上次把1層樓高的那個貨搬到公司去了。還有網友是說館長本來就愛哭，不是這樣講啊，去年很愛哭。看劉冠超沒有在騙人吧？杭州遠郊有20萬的兩房哦。不是。徐亚麗說：“坐等朱老師發達了，雇我當助理。”那個算命的跟我講說你的部屬運很差，我說沒有不會因為我現在沒有部屬啊，部屬都逃光了。各位真心如此啊，只有浩克現在很認真在幫忙，所以今天都要靠他包貨。那說到包貨，請大家趕快下訂那個什麼呢？純味家，因為純味家是浩克的
浩克的零用錢，請各位趕快訂一個浩克，好嗎？就是這樣。哦，而且最近我還看到有一個杭州妹，不是有一個韓國妹子跑去東北，是不是找那個孫悟空聊天，看得蠻開心的。對，我們也謝謝浩克。什麼怕被豬大罵哭？對呀、啊，哎，我明天要運2車，哎，2車可能加起來60-70公斤，哎，你看過一個年過半百的人曬着台北的烈陽，今天台北白天烈日超過體感溫度41度，哎，41度，哎，幹，結果我白天今天還中暑了，我整個白天倒在那邊。我說我覺得頭好痛好暈哦，到底怎麼搞的？後來想一想，看我早上出去運動的時候，在外面曬太陽，走了1個小時，一定是中暑了。所以希望各位有空多多支持我們新的蜂蜜上架了，然後新的那個烤玉米也正在瘋狂出貨當中，它實在太占空間了，媽10包這麼大，我這一波賣完不再進哦，各位趕快到我們的置頂的那個連結去買一下。對啊，今天真的太熱了，今天真的太熱。對啊，那个孙悟空還跟那個韓國妹子聊天聊很開心，我覺得真可愛。重點不是韓國妹子可愛，也不是孫悟空可愛，我覺得就2個人在那邊聊天很可愛。因為韓國妹子說她從小喜歡孫悟空啊，從小就看《西遊記》啊。哦，Blue Kiss 858說今天在 B 站看了朱大關於稀土的高論，跑來這裡圍觀一下。不敢，小弟最近還沒有要去 B 站，但是我還是在盡力做我能做的分析啦。有各種那個你覺得不對的，你可以補充或是說一下。那如果你想要看稀土以外的東西呢，最近我們還做了一個兩岸到底台海到底什麼時候會開戰的內容，各位可以去看。原說要存人民幣還是實體黃金，我強烈建議買實體黃金放在家裡。哦，對，基本右利就基本右利，你不講名字我記不起來，但就基本右利。而且我最近覺得很奇怪，我一直刷到一個叫做什麼東西的，我最近都在看抖音的一些奇妙的內容，多奇妙呢？就是一些實境節目，看又一個狗狗被，我看看有那個很奇怪，每次都說有兄弟跟我講說女友不給我看腿，然後就自己把短裙掀起來。我想說這種擦邊 O 不 OK 呀？然後還有街拍。真奇怪，有時候搞不清楚怎麼還有這種街拍拍到一個日本的 model， 對方還說可以。陳友宏說朱大有考慮像歷史哥一樣 YB 一起直播嗎？今天工作挖電線桿，快中暑啦！最近剛離婚，恢復單身身份。B 站好像要講政治，要通過申請。Vivian Chang 說玉米辣的會太辣嗎？不會，那個辣沒有很辣，但是它就是味道調重一點。媽的，當你要找腿的時候，找不到腿。再不然就看 AI。而且你那個，我覺得老共那邊的抖音啊，我跟你講，他們抖音的直播很誇張，就是各種運鏡、各種穩定幣在那邊跑來跑去。
那對呀，稍微提一點東西，大陸號都沒了。哦，然後最近還有這個阿拉18不搬家，他們跑去自駕，結果跑到一個牧民那邊，他養的那個狗咬了一隻羊，於是他就變成羊，帶着羊跟狗到處跑，這個很好笑。我最近都在看這個東西。對，這都很專業演藝公司的各位，那個直播媽是整個一排6個人，然後有一個攝影師在那邊進進出出，進進出出，然後放大、縮小、拉近、zoom in，哦，那個很專業。最近沒有看到演員了啊。上海、廣州、杭州、天津，這都要有錢人住的。我之後想要去安徽看看，因為小弟的母系呢是安徽出身，我們是安徽颍上，是這個阜陽旁邊的颍上區，省會阜陽旁邊有個颍上區，我想要去看看。然後我朋友又跟我講說，那個合肥那邊有合融合新區，搞得我很想要去看。最近又有圓圓又出來了，開心圓圓又出來了。小愛同學好久沒看到了。不好意思，父系是江蘇贛語連雲港出身，跟大家講一下。什麼？開心圓圓跑到 YT 去了？好好哦。对啊，所以没有，也不要先講抖音，反正抖音有人願意幫我搬就搬啦。現在開放你們搬，只要記得連回我原始的連結就好，好吧？你覺得今天內容不錯，你就搬運，我都不反對。哎，就這樣的啊，小弟，其他不用講，我在大陸的親人甚不多，因為我們之前說過，小弟的父系跟母系呢，以前都是高知識分子。我外公呢，以前是讀復旦大學，但他最後的那個，因為抗戰的關係，他最後拿到的大學學位是重慶大學，因為全部逃難逃到重慶去了嘛。那你想想看，在那個年代可以讀到復旦，讀到重慶，那自然家裡是一個望族。但是，各位也都知道，在貴黨到了這個建政之後呢，對於望族起了一個清洗的工作，所以我們就被好好的醒了一下。那這個，所以我現在去可能找不到什麼親戚了啦，就這樣，哎。哦，通北街黑絲交流協會說改天帶我們去雲掃墓。詹姆斯前陣也回貴州掃墓，哎呦，好久沒回去了啊！不是，我好久沒回去，我從來沒有回去過。所以改天吧，改天。就我們真的讀書人多啦，那就是嘿，一個這個地主掃蕩之後呢，我的親戚就沒有剩了，就是沒得講了，所以就這樣子啦。好啦，今天很開心跟各位聊天啦。那我可以去找一下，因為他拿到的是重慶大學的畢業證書哦。我外公以前從來不講，我想說，哇靠，復旦這麼厲害啊！那為什麼沒拿到復旦的證書呢？他沒跟我說，所以就是回去看一下。什麼要回房子？我要回大陸的話，我應該要回一整個村，好不好？但沒有了，沒有，我們都已經是隔那麼代了，什麼東西的？所以最後只要講，你要搬去 B 站，我同意，我授權，你就給一個連結連回來，我這個朱學恆的萬事通事務所，好吧？
望族也旁聽，不可能沒，真的直系大概都這個啊，都已經提早就這個那個了。好，所以都這樣子，都這樣子。我回去再找一找，我回去再找一找，好吧？好了，感謝各位，今天的直播到這邊結束了。那明天的內容是什麼呢？明天難道是講李登輝嗎？好，我們再看看啊。但不管，開心的跟大家說拜拜了，好不好？拜拜，拜拜，拜拜。